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奥库斯国防贸易一体化继续取得进展，美方将进一步延长对英澳两国放松出口管制的期限。值得警惕的是，除了推进向澳大利亚转移核潜艇技术的第一支柱，奥库斯近期还积极发展所谓第二支柱，日本、新西兰等国成为重点拉拢对象。 根据美国2024年国防授权法，拜登必须在4月20号之前就是否对英国和澳大利亚放松出口管制作出决定。就在大限到来之前一天的4月1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声明，称美方计划在未来120天内就此作出决定。声明还说，奥库斯国防贸易一体化继续取得进展。观察普遍认为，虽然相关计划进一步推迟，但美国放松对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技术出口管制是既定目标。一旦最终落实，将有望推动奥库斯的武器技术转移加速推进。 美英澳三国于2021年成立的奥库斯是一个军事同盟性质的组织，其第一支柱是向澳大利亚输出核潜艇技术，被认为应对中国崛起的意图十分明显。但受制于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的严格管制，多项关键技术无法转移，因此美方打算用豁免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但由于核潜艇系统复杂，所涉及的技术目录庞大，美方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制定豁免清单。还有观察指出，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引发核扩散的法律风险，这或许是美方将做决定的时间延长120天的原因。 深圳卫视注意到，清单的规则制定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负责。该机构日前发布一项最终规则的暂行版本，初步对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国防贸易许可证减负。根据这份文件，此前受管制的一些军用物品、导弹技术相关物品、热锻发动机相关物品以及卫星有关物品，日后在奥库斯框架下向英澳出口时不再需要许可证。 据测算，简化后每年可减少1800多个许可证的申请核准流程，涉及商品价值超75亿美元，约占此前需要许可证商品总数的80%。但法律专家指出，这个目录仍不完整，并未对所有美国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列出的管制物品松绑。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分别发表声明，对美方松绑表示欢迎，还积极表态称两国有望满足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要求，并受益于贸易豁免。 最近，拜登政府继续推迟了对相关豁免的这种审查，说明，美国政府内部包括这个两党之间对这个问题仍然存在着某种的分歧，需要去得到解决。但是，确实，美国最近在加紧相关的这种操作，实际上就是为了方便美国各个层次各个层级的这个武器能够尽快的流到英国以及澳大利亚手中。 针对美英澳拼凑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正在巴新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批评，美英澳同盟在区内开发核潜艇，引发严重核扩散风险。岛国是岛国人民的家园，不是任何大国的后院。美英澳拼凑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执意在这个地区引入核潜艇的开发，违背南太平洋 无核区条约的宗旨，引发严重的核扩散的风险。值得警惕的是，奥库斯除了向澳大利亚转移核潜艇技术的第一支柱，近期还积极推动所谓第二支柱，也就是在印太区域谋求扩员，企图将更多国家绑上美英澳的战车。据悉，第二支柱包括一些先进技术合作，如人工智能、量子、网络、高超音速等非核领域。 根据公开媒体报道，日本、新西兰、加拿大是第二支柱的重点拉拢对象。实际上，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在奥库斯成立的第2年，美英澳三国就分别试探过日本加入的意愿。随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本月上旬访美升级与美国的关系，美英澳再次施压日本。就在他抵达华盛顿的当天，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国防长就发布一份联合声明，宣布在奥库斯第二支柱的共同开发方面探讨与日本的合作。日本共同社称，这是美英澳首次公布奥库斯的伙伴国。观察指出，奥库斯之所以首选拉日本入伙，是看上了日本在高超音速、水下、网络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对于日本来说，则是希望借此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为自己解禁松绑，成为能攻能守的军事大国。不过，日本舆论也指出，日本政府对正式加入奥库斯协议第二支柱计划还有诸多顾虑。除了国际舆论压力以及国内法律对核潜艇的排斥等制约因素外，更大的障碍其实来自于奥库斯中的澳大利亚和英国。这两国都认为，在第一支柱建设还没迈稳步子的情况下，仓促推进第二支柱建设有些荒唐。
还有日本舆论认为，美方不顾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顾虑，极力想拉其入伙，是对日本予取予求。一旦点头，就必须容忍和满足美方的技术索取和利益盘剥。从经济上来说，第二支柱需要深层次的军备联合采购、标准统一、技术分工和出口管制等，而这些具有浓厚主权意味的权利，未来都或将掌握在美国的手里。实际上，我觉得这其实早在美国设计这个所谓的奥古斯协定之初，它就已经为接下来的扩员留下了空间。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政府明确提到，这个所谓的扩员的可能性只限于奥库斯的第二支柱，也就是涉及到先进能力技术开发的这个部分。但是如果日本、韩国以及加拿大等国加入进来，会不会最后扩大到对第一支柱，也就是涉及到核潜艇的合作呢？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值得令人怀疑的。第19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21号在山东青岛拉开帷幕。这次论坛共有29个国家高级代表团，180余名外方代表参加，其中20个国家是海军及海上防务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参加。与会代表关心哪些话题？他们对即将表决的议题又有怎样的观点？深圳卫视特派记者采访到多国海军的主要领导人，来听一听他们的说法。多国海军高级将领今天陆陆续续抵达了青岛，现场已经举行了多次的双边会见。我们在走廊里也是看到各国代表进进出出，饭台率特别高。那从这一细节也可以发现，在中国举办的西台论坛，其实已经成为了各国军事外交的一个重要平台。那今天在专访哥伦比亚海军总司令时，我发现他的名片是特别定制的，一面印着西班牙语，另一面呢印着中文。他还友好的赠送给了我一枚哥伦比亚海军的纪念币。所以你看，与会代表们友好积极的态度本身就是命运与共的海洋这一主题的最佳论证。本届论坛年会以命运与共的海洋为主题，将审议表决多个论坛框架下重要事项，举行高层研讨会。哥伦比亚海军司令格拉纳多斯上将表示，中国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概念对促进全球繁荣具有重要意义。It's a good slogan for this meeting. Knowing that navies are totally connected. Before the political, navies are connected all the time. And Colombia and all the other members of this important event share seas, but also share security, share an important commitment to assure to the population proper living there.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时隔10年再次承办这一年会。在2014年的年会上，中方推动取得了包括批准巴基斯坦成为论坛观察员国、通过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在内的一系列成果，获得了与会各国海军代表的高度评价。孟加拉国海军参谋长纳兹穆尔上将对深圳卫视表示，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现在已是解决各国海军海上事务的重要准则。 I think the very theme gives us the platform to talk about the mutual cooperation between friendly navies with the spirit of equality, with the spirit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with the spirit of shared benefits for the mankind as a whole. 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英国皇家海军参谋长本杰明基上将告诉深圳卫视记者，自己是作为观察员国的代表来参加此次论坛。他认为，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对海上风险管控具有重大指导意义。Anything we can do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at sea is really important and has my strong support. So I see this as a helpful contribution. Because accidents at sea can very quickly become very dangerous things, and we need to avoid that wherever we can. 泰国皇家海军司令阿东·潘尼亚姆上将认为，海洋问题是全球化时代的重要议题，海洋安全需要各国共同维护。这是他这次将在论坛年会发表演讲的主题。I will take a speech.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problems of the law that should be solved